您刚才讲教育在发达国家其实也会是一个难题，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比尔盖茨基金，它的对教育的捐赠其实要多于它对其他领域的捐赠。但是我们每年在看这个比尔盖茨他关于这个基金会的年信的时候，他就会提到这个教育方面他所做出的努力非常的艰巨，而且他认为收效是不那么明显的。你怎么来看？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教育较多还是在学校教育，对，而的确学校的教育在这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是哪个大学毕业啊？他是影响他将来的校友关系啊，等等很多的都在融入这个教育体系里面，所以他就成为一个社会教育体系出来的人呢，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人，而是融入这个教育体系里面的人，所以影响是很巨大的。学校教育无论是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等等，最主要的提供方案还是政府。政府在加大这个资源的同时呢，其实它是主要的推动力，它的政策的决定也是主要的推动力。所以政策其实是有一个导向的一个作用。所以各个国家里面呢，政府对教育的理解和投入理解呢是非常最重大的影响到这个教育的一个发展的。除了政府之外，有些是其他组织和 NGO 是政府所没有覆盖的功能和连接的功能呢，是这些 NGO 是可以去做的。不仅仅是资源的弥补性，更多的是理念和桥梁和贯通的作用。而这种就是教育里的软性作用呢，其实社会团体是可以做的更多，NGO 是可以做的更多的。因为你这个社会资源或者 NGO 或者是慈善你加起来的钱已经很庞大了，产生的效果是很大的。它可能是更精准的一些点的一些作用。一方面是对项目会有节点点，但更重要跟它匹配之后共感的效应产生一个生态的效应对教育会更大的一个推动。所以呢，我们就是想设这个Eden Plus也是希望呢，就是这种有意义的，能够提升整个社会教育效能的，我们都是非常希望，因为我们有4个原则嘛，一个是有创新性，一个是有变革性，还要有展望未来的一个远见性。因为就是这个教育的贡献是对未来，还有呢是有这个持续性。其实教育有些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比如说我们说，教育它是实现人类公平的一个巨大的力量所在，但是我们也有看到教育本身产生的这个不平等。比如说不向女童来倾斜，女童大面积的辍学，或者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造成不平等的一个起源，而不是说是解决不平等的一个良药。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是做了大量的努力。您怎么看现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对于整个教育进程的一个推动？教育它是作为一个民生资源，就像人的衣食住行一样，成为一部分。在这方面，就是提供到有跟没有这而言呢，我觉得在过去几十年，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实行9年义务教育，而且还在职业教育、大学教育在资源提供方而言，我觉得是做出巨大贡献的。对，这个贡献是让这么多人不仅仅是解决穿暖吃饱的问题，而且是在教育上能够得到知识和得到这个滋养。